我好怕掉下来。Hello Spring，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聊聊我的日本日常生活。正片开始之前，麻烦请先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及时收到我的更新讯息哦。今天呢，想要来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主题，想要来跟大家一起复刻一下龙猫的电影里面，姐姐呢帮爸爸还有妹妹一起做的这个便当。想要做这个主题呢，一个是因为最近我们家侄女看了龙猫的电影，开始唱了龙猫的歌，哦，好可爱，所以我就自己回想了一下当初自己看龙猫的时候，印象最深刻的几个场景，其中一个就有姐姐帮忙做便当的一个桥段，因为它里面有撒一个粉红色的粉，从小我就觉得，哇，那个粉好神奇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好想吃吃看。而有一天我在中野终于找到这个粉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我一定也要来做一下，复刻一下这个龙猫便当。今天大家就来陪我一起做一下复刻龙猫便当。虽然说是要做便当，但其实我几乎都是用现成的食材。第一个就是白米饭。日本这种盒装的米饭真的是非常的方便，像我因为没有那么喜欢吃白饭，所以买一整包的话常常会煮不完，这种盒装的就很适合我，想要吃多少就买多少。吃起来的味道跟口感呢，其实如果品质好的话，吃起来真的跟刚煮出来的差不多，非常的好吃。而我买的这个其实也还蛮好吃的，只是有的时候微波碗它就是边边会有一些硬块，所以会口感不是那么好。对于如果自己不常煮饭的人来说，或者是你来日本玩，你的饭店里面只有微波炉的话，买这种白饭就很方便，不用自己煮，也不需要有电锅。第二个食材是酸梅。我去买的时候，超市里面其实有蛮多种酸梅的。我买到的这个是紫苏酸梅，它的盐度有8%。其实我最想买的是蜂蜜酸梅，因为它的盐度只有6%，看起来黄黄的，很好吃，有甜甜的感觉。不过呢，这个颜色就是比较红一点的颜色，我觉得比较符合电影里面姐姐用的酸梅的颜色，所以我就挑了这个紫苏酸梅。而且感觉也比较符合当时的年代应该会使用到的食材紫苏，我就选了这个紫苏酸梅来当第二个配料。第三个配料呢，是它拿来放在中间的这个小鱼干。在网络上其实我查了蛮多资料，很想知道它到底是用哪一种鱼。查到蛮多人都说应该是用了沙丁鱼，不过后来我看一个网友说的应该更准确，是使用这种小鱼干，就类似用沙丁鱼啊或者是其他的鱼种去做成的这种小鱼干，在动画里面看起来的形状啊还有大小都比较符合。再加上龙猫是设定在1950年代，当时一般民众家里并不是很富裕，所以食用这种小鱼干的几率应该是比较大的。接下来还有一个配料是青豆，其实我没有查到很正确的资讯，它到底是使用哪一种青豆，所以我直接在超市就买了这个毛豆，想说等一下把这个里面的毛豆剥出来放在饭上面，充当那个青豆来使用。最后一个食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粉红色非常梦幻的食材，它的名称叫做 Sakura Tempu。它其实呢是用鳕鱼或者是鲷鱼去做成的。那 Tempu 这个名称呢，其实它叫做田麸。Sakura 的话，大家应该可以理解，因为它的颜色很粉嫩，所以可能会联想到 Sakura。Tempu 又是什么意思呢？ Tempu 的汉字叫田麸，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很乡下味或者是很粗野的意思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叫它？跟它的做法是很有原因的，因为它把鳕鱼还有鲷鱼这种高级的鱼类去煮过之后切碎，然后再跟红色的这种调味料去炒一炒，炒出这样子梦幻的粉色。但是因为做的过程呢，感觉就是很低俗，把高级鱼拿来这样子做，所以才会把它取叫 Sakura Tempu。可能有的人会有疑问说，既然是便当，里面至少要有一个鸡蛋卷吧？这就要提到刚刚有说的，龙猫的设定年代是1950年代，当时的人都没有那么样子的富裕，所以在那个年代做出来的便当，最多的就是像这样子的酸梅啊，或者是简单的青菜呀，还有鱼干来做这些配料。所以甚至日本还会出昭和时代便当，昭和时代便当里面就是非常的简单，白饭跟刚刚提到这些非常简单的一些食材，不太会看到比较贵的鸡蛋啊或是肉类这些食材出现在当时的便当里。介绍完食材，我们现在就去组装便当吧。首先我们先把白饭拿去微波，
小鱼干呢，我决定要把它烤一下，因为当初买的时候它是冷冻的，烤一下之后比较好吃。白饭好啦，看来的白饭这样子。首先我们来装白饭吧，第一包是200G 的米，200克的米，铺好铺平。接下来放梅子。梅子好香，一打开来就有非常香的梅子味跑出来。再来放我们的小鱼，烤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是鱼味。哎呀，大小还刚刚好了。有搞懂。必须要呈现一个直线。好。接下来是来剥毛豆，这个是已经有加一点盐味的毛豆，所以应该不需要再做调味就很好吃。再来放青豆吧。后来我再仔细看了一下，它里面的豆子的颜色比较深，感觉很像是那种小时候常常会跟玉米火腿一起放在一起的那种豆子，所以应该不是毛豆。但是毛豆也很不错啦，也是日本常见的食物，所以我们就将就，嘿嘿，快要完成啦！再来就是期待已久的桜天妇，撒，我看里面卡通里面姐姐也是这样的，撒，变结块了。我从来都还没有吃过桜天妇，今天呢就借着这个机会，可以来尝尝看它的味道，耶！酱做好啦，我自己是觉得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吧，跟电影的来比较一下，大家觉得有像吗？我自己是觉得视觉应该有算过关，现在就来尝尝看味道到底怎么样。其实呢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个桜天妇。以前从来没有吃过，所以我今天要来尝鲜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味道。准备啦！哇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很甜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发现它其实是有加砂糖在里面的，所以吃起来就是酥酥的感觉，很像我们的鱼松。不过它的甜味，我觉得比鱼松更加甜一些，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。小朋友吃应该就会一直跟你想要这个桜天妇，然后不停的只吃它。为了要做这一集，我才发现原来在超市里面还蛮容易买得到这个桜天妇。查了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有很多的寿司啊，或是一些日式料理会蛮常用到这个食材。但是我既然都没有吃过，可能没有太常吃日式料理也有关系，也或者是其实以前吃到过，只是自己没有注意到它。如果有看到有在卖，我觉得可以买来尝鲜看看，因为它真的蛮漂亮的。做料理，你看这个色彩多么的好看，而且吃起来我个人不排斥，还蛮好吃的，小朋友应该也会喜欢。再来，毛豆应该不需要做讲评吧？毛豆，日本的熟食区蛮常会看到这种一盒一盒煮好的毛豆，或者是冷冻区也会有卖冷冻的毛豆，你可以自己回去微波或拿来煮，很常就是拿来当下酒菜。毛豆其实是一个蛮健康的食物，有时候我发现自己蔬菜补充的不够，然后又懒得煮蔬菜的话呢，我就会买一下毛豆，就一边吃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喝个啤酒。接下来我要尝尝这个鱼了。其实它有一点腥味，我有一点担心。它烤的时候，刚刚也是让我的房间整个都是鱼腥味。我咬不动。好，我觉得这个鱼是我自己失败了，因为它是冷冻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再把它烤久一点。我记得在电影里面有一幕是姐姐在煮东西，然后小梅就是她的妹妹有跟她说烤焦了，她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在用炭火炉在烤这个鱼吧。我真的需要再把它烤久一点。最后我要来尝尝看这个梅子，看它到底有多酸或是有多咸。我真的是味觉有一点被它遮蔽。我想说它到底是好酸还是好咸？可能咸多了一些。它是8%的盐分嘛，所以哇，真的好咸啊！
听说就是比较经济不那么宽裕的话，吃梅子会比较容易下饭嘛，因为它的味道就调味很重。对，你看我现在就是必须要拿饭来配。好的，整体来说呢，视觉我是给自己过关，可以评论告诉我你觉得你给几分？味觉呢，我几乎都是买现成的，人家现成做好的都是过关的，不管是萨克汉天布啊、毛豆啊，还有酸梅其实也很好吃啦。鱼，唯一一个自己煮的鱼不过关，不行。我会再去查一下它到底应该怎么料理才会变得好吃。总之，以上就是我复刻了龙猫里面做的便当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家里模仿看看，复刻一下。那希望你也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麻烦请帮我点个赞，也帮我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会分享更多我在日本的在地生活。那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啦！ありがとう。